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爸妈离婚后，我跟着妈妈一起生活。因为没钱，我吃穿都不如别人，这让我时常感到自卑。15岁生日那天，我想要一双昂贵的篮球鞋，妈妈没有给我买，我很生气，跟她大吵一架后跑了出来。可就是这个任性的举动，导致我再也没有妈妈了。她在追我出门的路上被车撞了。妈妈死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她已经生病很久了。可她不舍得耽误工作，也不舍得去医院，只能在诊所拿点药硬扛着。她没有学历，年龄又大了，根本找不到好工作，只能干些体力活。妈妈用瘦弱的身躯支撑着整个家，可我却因为自己的自私，永远失去了她。妈妈走后的每一天，我都生活在愧疚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回到了过去。这一次，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守护妈妈。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回到了过去。我发现我正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妈妈低着头站在餐桌前边，旁边还有聒噪的声音一直在说话。李姐，你这菜做的也太咸了吧，这怎么吃啊？怪不得申哥总看不上你。你说你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听见这个声音，我瞬间清醒，原来我是回到了14岁，爸妈还没离婚之前。正在说话的这个是樊小慧，我们家的小保姆。她表面上是我爸的远房表妹，来我家打扫卫生做饭的，背地里却是我爸的小三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樊小慧刚开始是在酒店做服务员的，后来扒上了我爸。我爸为了能和她日日相处，便借口是自己的亲戚，带回了我家。只可惜，他们戏演得烂得很。樊小慧平时连饭都不做，还经常挤兑我妈。偶尔我妈提出意见时，她就跟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，找我爸哭诉，说我妈容不下她，看不起乡下来的穷亲戚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爸爸总要大发脾气。时间久了，妈妈就越来越沉默了。我虽不知现在这个时候妈妈是否知道樊小慧就是我爸的小三，但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有我在，她在这个家就别想翻出浪来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站起身，一个耳光扇在樊小慧的脸上。你嘴里吃屎了，说话这么臭，谁给你的权利敢说我妈？谁让你在这坐着呢？你一个保姆还想跟我们平起平坐？谁给你的脸？你也配？我就爱吃我妈做的饭。说着，我夹了一大筷子送进了嘴里。前世今生，又一次吃到妈妈做的菜，我有些想哭，眼圈也有些红了。樊小慧平时嚣张惯了，这还是第一次挨打，整个人显得有些不敢相信。她捂着脸站了起来。乐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你算老几？我为什么不能说？你本来就是我们家请的保姆，做饭就是你的本职工作。我妈今天这是帮你做了饭，
你不知足，还敢在这胡咧咧？我看你是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吃的。我……樊小慧被气得支支吾吾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，看得我十分的解气。与此同时，我感觉到身上有一道视线十分炽热。我抬头，刚好看见妈妈在看着我，她眼含泪水，嘴角蠕动。我知道妈妈是感动的。以前的时候我不懂事，总是看不起做家庭主妇的妈妈，讨好掌握财政大权的爸爸，有时候还会帮衬樊小慧一起挤兑妈妈。但现在我重生了，知道妈妈才是唯一最爱我的人，我便不会再这么做。我刚想走过去告诉妈妈，有我在，谁都别想欺负她。突然，门响了，是爸爸回来了。刚才还一脑门子汗的樊小慧就跟找到了靠山一样，瘪着嘴冲到了我爸跟前。申哥，我在这个家是一点都待不下去了，他们娘俩一起欺负我，你看乐乐把我的脸打的。他扬起白嫩的小脸，就开始给我爸告状。我爸一向偏心，看见小心肝的脸被我打得通红，立马就不高兴了。他板着脸就想训斥我，不料妈妈却突然开口：平身，都是我的问题，不关乐乐的事，他还小呢。看着妈妈下意识地把我挡在身后，我的心里暖暖的。但听见妈妈示弱的话，我的火噌的一下又窜了出来。我从妈妈的背后跑出来，如同一个真正的孩子一样，大声质问：我哪里说错了？她本来就是一个保姆。爸爸，不是你说的吗？她什么技术都不会，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干个洗衣服做饭的保姆。既然这样，她就该兢兢业业地伺候我跟我妈。可她呢，天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过得比我们还滋润。她究竟是来做保姆的，还是来当女主人的？女主人这词一出，我看见妈妈的脸一下子就变白了，她的头也深深地低了下去。我猜想妈妈的心里应该是对这事有过怀疑的，只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才选择了忍让。而爸爸听了我刚才的话，脸色更加难看。他先是向我妈问责：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？然后又转向我乐乐：你大了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要有点分寸。快点给你小慧阿姨道歉。我没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说完后，我无视那两道喷火的目光，拉着我妈进了房间。房间内，妈妈坐在床边摸着我的头发，语气温和：乐乐，刚才你跟你爸爸说话太没有礼貌了，一会等你爸爸气消了，你去给你爸爸道个歉。我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：妈妈，难道连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吗？妈妈沉默了半晌，叹了口气：妈妈当然不觉得你做错了，你护着妈妈，妈妈很感动。只是乐乐，你爸爱面子，你刚才当众跟他顶嘴，他会生你气的。生就生呗，我无所谓地说，反正我不气，谁让他们不尊重你呢？谁敢说你，我就说谁。早就重生之前，我就发誓了，绝对不让我妈再受这些委屈。我妈妈出身很苦，她是家里的老大，姥姥姥爷重男轻女，从来没善待过妈妈。
她不仅要干家务，还要带弟弟。可以说，她在娘家的时候从来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后来她长大了，恋爱了，恋爱对象是同村的孤儿，也就是我爸。我爸那时候学习很好，也很努力，高考后考入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，但是却因为学费的问题不想念了。是我妈外出打工，供他念了大学，又供他念了研究生，让他有了出头之日。妈妈用整个青春在为他付出，可是结婚后，他却嫌弃我妈没有文化，没有气质，跟他说不到一起去。后来我出生后，爸爸就渐渐地借口工作忙，不爱回家了。再后来，他就把自己的小三带回来了，以保姆之名，行不轨之事。等小三怀孕后，他就毫不犹豫地跟我妈提出了离婚，然后再用我来威胁妈妈，让我妈净身出户。我妈为了我答应了。后来妈妈去世后，我曾经求过我爸，希望他可以帮我买一块墓地，把我妈的骨灰安葬了。可当时他却抱着他的小儿子，语气凉薄：“你妈就一个贱命，用什么墓地？河里一撒不就行了？”也就是在那一刻，我的心里再也没有爸爸了，我只当他是我的生物学父亲。还好他后来也遭了报应，现在他想来贬低我妈，抬高樊小慧那贱货，在我这那就不能够。第二天早上吃了妈妈的爱心早餐后，我就去上学了。上一世我很叛逆，从来没有好好学习过，但重活一世，我改变了这种想法。读书不仅可以改变命运，也可以明事理。当然，我爸那种没良心的除外。现在认真听起课来，我才发现知识其实没那么难懂。之前我学不会，只是因为心思没在这。现在猛地认真起来，我觉得过得特别充实。下课后，我就背着书包回家了。一想到一会又可以见到妈妈了，我的心情就不由得美丽起来。只是我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樊小慧这个不长记性的又在说我妈：“李姐，你怎么也不保养保养自己啊？你看你脸上的皱纹都能夹死苍蝇了，还有这身材，5大3粗的，一点美感都没有。啧啧，申哥应该很久没跟你过夫妻生活了吧？”他边说着边捂着嘴笑，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看着就很欠揍。其实他说的不对，我妈是一个很温婉的女人，她是那种很温婉的长相，皮肤也很白，看起来就很想让人亲近。至于身材，也不过是稍微有些丰腴而已。要知道，人到中年，还是有点肉才好看。樊小慧长得妖里妖气，瘦得跟难民一样，她哪里都比不上我妈，只不过是仗着年轻几岁罢了。我刚想冲过去反驳她，就听见我妈开口：“哪个女人不会老？小慧你也有老的一天，何必说话这么刻薄呢？那也比你好，至少我现在年轻。”我妈本就不是一个爱斗嘴的人，再加上长期被我爸打压，性子变得有些怯懦，就想着走开。可谁知樊小慧却伸脚一绊，害得我妈一下子摔到了地上。这下我再也忍不了了，我直接冲过去，飞起一脚踹在樊小慧的腰上，把她踹倒在地上，
然后再把书包砸在他的头上，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。虽然他是大人，我是小孩，但我们的身高差距并不大，何况他平时还经常为了减肥不吃饭，所以我打他的时候，他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。看着他满嘴是血，倒地的样子，我才觉得解气了。我擦了擦沾了血迹的手，转身走到我妈面前，发现我妈的脚似乎是扭到了，就赶紧打了个车把我妈送到了医院。还好医生说我妈的脚没有大问题，就是有点扭伤，抹点药，不要用力就可以。这样我才放下心来。又想到前世我妈后来的身体不是很好，想着等脚伤好了，要把我妈带到医院再做个全身检查才好。因为医院人多，耽误了些时间。等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，樊小慧早就不见了踪影，只有爸爸一脸怒气地坐在沙发上。一看见我，他就大吼一声：“林乐乐，你还敢回来？”我感到莫名其妙，我为什么不敢回来？这是我的家。哦，难不成我打了一顿樊小慧，就连家都不能回了吗？真是搞笑。我爸看我无所谓的样子，更生气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把你小慧阿姨都打流产了。什么？流产？我眼睛瞬间睁大了，余光扫射到我妈，发现我妈的脸色也一下子变了。你这个逆子，给我跪下！呵呵，这就是我爸，为了外边的女人，连自己的亲闺女都不顾了。不过也是，他一向重男轻女，自从我生下来后，他就一直看我不顺眼。可眼下他想让我下跪，就凭樊小慧也配？于是我反驳道：不可能，她怎么会怀孕？她天天在家待着，连个门都没出过，她怀的是谁的孩子？我看她就是故意陷害我。你把她叫出来，我现在就跟她对峙。主打就是一个胡搅蛮缠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我爸就是怪我把他的孩子整掉了，所以才发脾气要惩罚我。现在被我一打岔，他总不能当着我妈的面承认樊小慧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。他被气得不行，说又说不过，就想动手。我又不是傻的，当然不会站在原地等着他打。我趁着他还没过来，仗着自己矫健的身姿，猛地推开门，扯乱自己的头发，开始大喊大叫：救命啊！我爸要打死我了，谁来救救我呀？我爸要为家里的保姆打我，因为我们住在这里已经很久了，所以街坊邻居基本都是认识的。看到我疯疯癫癫地跑出来，他们也都站了出来。隔壁的王大妈把我护在怀里：小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怎么能打孩子呢？我爸被我的操作气红了眼睛。他打人，他把小慧打流产了。我没有，我口齿伶俐地反驳。樊小慧根本就没有怀孕，他是污蔑我的。他天天在家，连个男人都见不到，怎么会怀孕呢？除非是他自己会繁殖。而且我也不是故意打他的，是他先骂我妈，还把我妈推到了地上，我妈的脚都扭到了。众人一看旁边拄着拐的我妈，信了9分。叔叔婶婶，你们评评理，这樊小慧说是来我家是做保姆的，
可是来了以后却什么都不干，饭都是我妈做的，卫生也是我妈打扫的，让他干点啥他就跟我爸告状。我爸每次都向着他，我仗着自己年纪小，把家里的那点事都搜了个干净。中间有几次我爸想阻止我说，都被拦了下来。大家都不是傻子，看着这一幕心里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无非就是我爸跟樊小慧有一腿。大家纷纷开始议论，好歹也得避避人，把人领到家里算怎么回事？这也太过分了。是啊，这也太不讲究了。就是，淑芬可真是受苦了，多亏乐乐厉害，要不这娘俩还不知道被欺负成什么样呢。我爸是个爱面子的人，听着周围人的闲言碎语，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也只能强颜微笑说都是孩子不懂事，以后不会再这样了等等。邻居们毕竟不是一家人，说说公道话可以，但却不能管别人的家事，所以最后肯定是还要自己解决的。我爸强撑着笑脸把邻居们送走了，只是门一关，他的脸色就变了。妈妈见状，急忙把我拉到身后，林平身，你要是敢碰乐乐一根毫毛，我跟你没完。许是第一次看见妈妈生气，爸爸的手怯怯地收了回去。我从妈妈身后伸出头来，爸爸，你要是再打我，我就报警说你虐待我。你要是不想丢人的话，就不要做得太过分。我爸刚收起的脾气立马又起来了，但到底是顾及着我妈，没敢打我，只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摔门走了。爸爸走后，妈妈就把自己关到了房间。我知道樊小慧今天的事一出，妈妈就算再想假装不知道都不成了。但即使这样，我也希望妈妈可以醒悟，有些人的心是捂不热的。晚上快11点的时候，妈妈出来了，她的眼睛有些红，看起来是哭过了。妈妈走到我跟前，挣扎了许久，开口：乐乐，假如有一天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，你会选择跟谁？我抬头，你要跟我爸离婚？妈妈愣了一下，躲闪着我的眼神，有些迟疑。你如果不同意，妈妈就不离。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妇女，在她心里除了丈夫就是孩子。上一世妈妈是被爸爸提离婚的，现在她能主动提出来，我感到很高兴，说明妈妈终于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。我脱口而出，我当然是要跟着妈妈了。不过，我话锋一转，妈妈，我希望等我毕业后你们再离婚，可以吗？上一世妈妈去世没多久，爸爸也死了，他得了癌症，从发病到去世一共就2个多月的时间。他死后，所有的财产都给了樊小慧跟他的儿子。这一世我怎么可能如他们的愿？我要耗着，耗到爸爸死后，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到我们母女手上。只是我虽然心中是这么想的，却不能这么跟妈妈说。我只胡乱编了个理由，说是现在功课紧，我想考个好高中、好大学，所以不想被打扰。妈妈一向是以我为重，哪有不答应的道理？只是虽然现在不离婚，我也跟妈妈说了，以后我们母女俩必须得支棱起来，
要不肯定会被他们欺负死的。妈妈听了若有所思，我想经此一事，她会想明白的。爸爸生气的第一个坏处很快就体现出来了，他不给我交费了。我从小就学习舞蹈和画画，所以每个季度都要一大笔学费。当然，这只是相对而来的。这些钱对于我爸爸来说是小菜一碟。上次我跟他一闹，他就直接断了我的费用。呵呵，我丝毫不慌。趁着中午吃饭人最多的时候，我把卖破烂的叫到家里了，让他们把家里的那些沙发、冰箱、电视全都抬走。边抬我还要在门口念叨：“哎，我爸生我的气了，不给我钱花了。”没办法，我只能卖家当了。东西是上午卖的，我爸是下午回来的。他把一张卡扔到我身上，训斥：“别再出去给我整幺蛾子！要是再让我知道你卖家里的东西，我饶不了你。”我努嘴，没说话。钱都到手了，谁还愿意听他唠叨？跟爸爸一起回来的还有樊小慧，她刚出院，一看见我就爆发出强烈的恨意，我却丝毫不紧张。小慧阿姨，你可别这么看我，我害怕，我一害怕，可不一定做得出什么事来，毕竟我才14岁呢。小慧阿姨，你应该不知道吧？14岁就算杀了人也不怕。说完后，我露出了白灿灿的牙，笑得天真。可樊小慧却被吓到不行。申哥，你听见了吗？他要杀了我，我不要住在这里了。爸爸听完樊小慧的话，也一脸仇恨地看着我，就好像我真是他的仇人。于是爸爸再一次带着樊小慧摔门走了。自从爸爸上次走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听说他在外边又买了套房子，把樊小慧接了过去，正式同居了。妈妈知道的时候有一瞬的难过，但不知道他是不是想通了，很快又调整好了心态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家附近的花店里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虽然挣得不多，但每天都可以接触新鲜的人群。他变得爱笑多了，看到妈妈的样子，我也终于放下了心。其实在这个家里，爸爸不在，对我和妈妈没有什么影响，反而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。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这样的日子可以永恒啊！但天总不遂人愿。3个月后，我爸向我妈提出了离婚，原因是樊小慧又怀孕了。他们去香港查了性别，是男孩。这对年近40的我爸来说，无异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所以他迫不及待地给我妈发来了离婚协议书。只看了一眼，我就笑了。我爸要我妈净身出户，他说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是他奋斗出来的，跟我妈没1毛钱关系。所以离婚后，我妈除了我什么都不能带走。她忘了，当年她没有钱上学，是我妈在外打工，省吃俭用给她供出来的。大学4年，研究生3年，整整7年的时间，我妈从来没停止过给她打钱。她现在有能力了，有儿子了，就想把我们母女俩撇开，那不能够。就算是论功行赏，公章上也该有我妈的一半。更何况她还是婚姻的过错方，她到底是犯了什么浑，又把我们母女2个
当成了什么。我直接把离婚协议书打了回去，并告诉我爸，要想离婚可以，净身出户的人得是你。我爸又被气得不行，打电话过来，准备把我大骂了一顿。我直接挂断了。惹怒爸爸的下场就是我们的资金又被断了。这些年，爸爸看不上我妈妈，一直不肯把财政大权交到我妈的手上，只每个月给一些生活费。这次或许是因为有了儿子傍身，爸爸硬气了，不顾及街坊邻居，又不给钱了。我本来还想着该怎么将我爸爸一军，不料妈妈轻蔑一笑：“闺女，走，咱们去你爸公司找他去。”于是我跟我妈就直接杀到了我爸的公司。这些年，我爸的事业一直很顺，从一个小职员做到了现在的副总，老板也很器重他。但这样并不能说明他就可以无所顾忌，相反，他们公司正在上市之际，最怕负面新闻了。我跟我妈一进公司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，我妈红着眼睛，我掉着眼泪，看见人我就哭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有没有见我爸爸？我爸爸外边有别的阿姨了，要跟我妈离婚，让我妈净身出户。我们现在一点钱都没有，我一天都没吃饭了。好心的叔叔阿姨，求求你们告诉我爸爸，给我们一条活路吧。我可怜兮兮的语气，搭配着我妈时不时抹着眼睛的样子，看着就十足的可怜。大家相互看了看，都开始讨论了起来。不一会就吸引了公司高层，他们把我和妈妈请进了办公室，告诉我们我爸今天出去见客户了，等他回来后一定会让他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泪眼婆娑：“叔叔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要是爸爸再不给我们钱，我们就只能请媒体曝光了。”高层硬挤出笑脸，连声保证，绝对不会骗我们的。于是我跟我妈心满意足地出了门。一走出门，我俩就笑了。这是第一次我跟我妈强强联手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我们刚回到家，就接到了爸爸的电话，即使隔得老远，我也能听到电话那头爸爸的咆哮：“李淑芬，你是诚心要毁了我是吗？你简直是疯了！”我妈接过手机，冷冷回怼：“我看疯的人是你。今天要是没收到钱，我明天还去你们公司。反正我们娘俩已经山穷水尽了。”最后爸爸没办法屈服了，骂骂咧咧地把钱打了过来。这件事算是暂时的僵住了。樊小慧好不容易靠着肚子里的隆重，有望登门入室，现在事情进行到一半僵持住了，她肯定不愿意呀。她一方面吹我爸的枕头风，一面开始来我家游说我妈。客厅里，樊小慧用手托着金贵的肚子，趾高气扬地对我妈说：“李姐，我劝你早点同意离婚，林哥的心都不在你身上了，你现在还硬撑着做什么？要怪呀，只怪你的肚子不争气，这么多年都没能给林哥生下一个男孩，不像我就是有福气。”他说着，用十分厌恶的眼神看了我妈一眼。我本以为我妈会像之前一样忍气吞声，却没想到她会伸手狠狠地扇樊小慧一巴掌，真是痛快，看得就很舒畅。
我从屋门外走出来，拍手叫好。能怀上有什么用？能养大才算是本事。樊小慧，你忘了你上个孩子都怎么没的了，还想是第二次？樊小慧被我口中的恶意吓得猛地后退了几步，面露防备地看着我，生怕我下一刻就干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事。她也知道我一向不按常理出牌，所以在我回来后就跟一个落败的鸡一样灰溜溜地溜走了。但是虽然他不出面了，恶心人的事却没少干。他换着号的给我妈的手机上发他跟我爸的日常，意图激我妈。但我妈现在早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受气包了，她直接给我爸打了电话，谢谢樊小慧送的那些证据，以后打官司用得着。后续就是我爸知道后，把樊小慧狠狠地骂了一顿。樊小慧再也不敢来惹我们了，我们也终于安静了2个月。就在这样的吵吵闹闹中，时间过得飞快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爸突然在公司晕倒，我妈的电话被打通了，我爸就这样被确诊了胰腺癌。确诊的那一刻，我跟我妈对视了一眼，我妈眼里的是不可置信，我的眼里是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妈妈，我们给爸转院吧。樊小慧知道后还有的闹呢，我妈同意了。于是我们连夜把我爸转到了首都最好的医院。可是胰腺癌作为癌中之王，死亡率极高，再加上检查出来的时候就是晚期了，医生也没什么好的治愈方法，只能说尽量减轻我爸的痛苦。而我爸知道自己生病了以后，从一开始的不敢置信到现在的接受，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。但接受并不能代表不害怕，他每天都在问医生，他的病什么时候能好，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，但医生总是沉默。于是他开始说我跟我妈是故意把他困在医院里，他根本没病，是我们想要害他。因为他的闹腾，晕倒了好几次，每次醒来后病情都要更严重一些。最后我妈实在受不了了，把我爸大骂了一顿。我爸终于清醒了，他呜呜地哭了起来。1个多月的时间，从一个1.85米的大个子变成现在的骨头架。即便他以前做过许多错事，但这一刻妈妈的爱还是战胜了他的恨。他很细心地照顾爸爸，把他当成孩子一样的哄。就算有时候爸爸因为疼痛对他大喊大叫，他也不当回事。第2天还是会跟以前一样悉心照顾我爸。但即使再悉心的照顾，爸爸的生命还是走到了尽头。那天他的精神很好，还吃了半碗饭。吃完饭后，他定定地看了我妈和我很久。他说他这一生做了许多错事，特别是对我妈妈，他很愧疚。他还说我妈妈过得一直很苦，希望我长大后一定要孝顺她。到最后他又说樊小慧肚子里的孩子毕竟是我弟弟，希望我以后可以多看顾一些。他说完后就死了。妈妈哭得很伤心，我却很迷茫。从我重生归来，我就一直恨他，他一直不知道再上一世。我一个15岁的小女孩，没爸没妈，一个人求生都经历了什么？在他任由樊小慧把我撵出来的那个晚上，我遭遇了多可怕的事。可现在看他死了，我心里却没多少畅快。有句话叫做人死如灯灭，
既然人都走了，这一段也算是过去了吧。爸爸火葬后，骨灰被我们带回了家。听说这段时间樊小慧都要疯了，她拖着9个月的肚子，一圈一圈地找我们，但怎么都找不到。估计她一直在盯着我们呢，所以我们刚回来，她就找了过来。林平生呢？死了。她猛地睁大眼睛，怎么可能？你们把他藏在哪里去了？我要见他。真的死了，都烧成灰了。你不信拉倒。我耸耸肩。樊小慧仿佛被吓到了一样，神叨叨的，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摇头。不可能，他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你们肯定是骗我的。他目眦欲裂地想要冲过来，却又在半路上停了下来。他捂着肚子，弓下了腰。我肚子好疼，看着樊小慧趴在地上的惨样，我好心地给她打了个120。1天后，樊小慧生了一个男孩。等能下地后，他就又来了，嚷嚷着让我们负责。他是你弟弟，你就该养他。我笑得见牙不见眼。谁说他是我弟弟？我可不承认。呵呵，现在我爸死了，我看樊小慧该怎么证明这个孩子就是我爸亲生的。樊小慧被噎了一下，但很快她又反应过来了。你和小宝做亲子鉴定，只要证明你们是姐弟关系，就可以证明小宝是你爸的孩子，还不算太傻。但是你怎么证明我是我爸的亲生女儿呢？哈哈，樊小慧崩溃了，冲过来就要跟我拼命。我一个巴掌又扇在她的脸上，有这个力气，还不如赶紧搬家。我爸给你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妈的，我们有权让你还回来。这下，樊小慧真的再也没有办法了。她跪在地上求我，让我看在小宝是我亲弟弟的份上，给他们一条生路。我拒绝了。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奚落我妈的样子。那时候她多春风得意呀！她可曾想过，她所有的幸福都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女人的痛苦上。当命运翻转过来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时，她的结果已成定局。因为樊小慧的胡搅蛮缠，我们费了一番功夫才收回了所有东西。之后她又来了几次，有一次还把孩子扔在了我们家门口，想让我们拒无可拒。我们直接报警了。樊小慧没办法，只能把孩子又带走了。后来听说樊小慧把这个孩子送到了乡下他妈那里，她又重新攀上了个男人。可惜那个男人有个厉害的老婆，樊小慧被狠狠收拾的一番，后来就不见了踪影。等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重新回到了学校。因为我爸生病的时候，我休学了一段时间，而且我的基础知识并不牢固，所以我选择了复读。这一次我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，考了一个不错的高中。我妈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。她平时就喜欢自己鼓捣缝纫机，现在有时间了，她给自己报了一个辅导班，每天去上课。等学成后，就在我们家的这条街上开了一个店，专门做旗袍。因为手艺好，眼光也好，生意还不错。现在她每天乐呵呵的，跟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。又过了几年，
又一次，我妈从外边回来，带了一个叔叔。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个叔叔最近在追她，她想带回来给我看看。”我考察了一番，觉得确实不错，把我妈放在了心上，懂得心疼我妈，经济实力也不错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叔叔的孩子也都非常的通情达理，不会难为我妈。重生归来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妈可以开开心心的。现在愿望也达到了，我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。现在我只希望往后的每一天都是坦途，我跟我妈都顺顺利利的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摘下高岭之花的第7年，他第2次为他白月光喝得大醉，口中呢喃着后悔结婚了。我将流产病历和离婚协议放在他面前，他却跪地求我别离开，说他爱的人是我。今天是我和沈之念结婚的第7年，也是他青梅竹马送婉婉回国的日子。今天要有一台手术要加班，早点睡觉。看着沈之念发来的消息，我心里一颤。就在10分钟前，宋婉婉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文案是：7年，我们还是我们。而照片是宋婉婉一张笑意张扬的模样。如果没有发现角落里那只戴着手表的手的话，我也许不会这么窒息。那块手表是我送沈之念的6周年的结婚礼物，那双修长白皙的手是属于沈之念的手。而今天是我和沈之念结婚的第7年。沈之念回来的时候，时间刚好过了12点，看着一桌子我精心准备的菜肴，已经冷掉的菜肴，未动一口，我还是牵强地挂起一抹笑容，走上前迎接着沈之念，却是见沈之念跌跌撞撞地朝着我走来，迎面而来的酒气，我微微诧异，他喝酒了？他从来不喝酒，上一次喝还是宋婉婉出国的那一天。正准备扶着跌跌撞撞的沈之念，他却路过我，径直走向了书房。我跟着他的脚步，看着他拿起了自己书桌上的相框，他熟练地拆开了相框，相框里的照片，正面是少年时期的沈之念，而照片的背面是宋婉婉，扎着高马尾眼睛，带着笑意的宋婉婉。泛黄的旧照，足见主人无数次的抚摸。沈之念伸手一寸一寸的抚摸，眼里的深情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。7年以来，他在我面前总是很克制，他带着一丝克制的呜咽声音。我后悔了，如果再等7年，我们是不是……我的脑袋一瞬间的空白，手心里的那张报告单被我揉捏成了一团。7周年的礼物，原本是想和他说恭喜他要当爸爸了，我的嘴角带着一丝苦涩，心里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说不出来的酸痛从心里开始翻涌，汹涌地冲到了咽喉处。不知道是肚子里的孩子在闹，还是难受到了极致。我忍着想要撕碎照片，怒摔相框的冲动感，带着一丝破碎的声音问道：今天手术累不累啊？石瑜，我后悔娶你了。他猛地抬头看我，眼中带着猩红之色，冰冷的语气之中带着一丝责怪，一丝痛苦。我忍不住后退一步，
仿佛一瞬间掉入了深海一般，沉溺在水中，仿佛要窒息了一般。周围听不到声音，脑海里一遍遍重复着那句：我后悔了。我用力咬唇，试图让痛意阻隔心里的那些无休止的悲伤，忍住快要滴落下来的泪意。抬头再看向他时，却发现沈之念已经安静地沉睡了过去。我看着手里已经捏成一团的报告单，摸了摸小腹，带着一丝低落的情绪：宝宝，爸爸好像不太喜欢我了，他还要不要你啊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将桌子上被拆开的相框重新装好，看着沉睡着的沈之念，心里默默念着：沈之念，7周年快乐呀！今天是我们的第8年了。安静的氛围中，只有沈之念那沉稳的呼吸声。叮咚，手里信息传来。我看着桌上沈之念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突然跳出了宋婉婉发来的短信：之念哥哥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化，还是我当初的那个之念哥哥。嘻嘻，他的语气好像很开心。是啊，怎么开心？我的7周年，他们的重逢日。我脑海里不由得想起7年前他离开前对我说的那些话：石宇姐姐，那就麻烦你暂时帮我照顾之念哥哥喽。那时他的眼中笑意满满，我努力地让自己忽视对方的那丝敌意和挑衅的意味。今天是我第2次看见沈之念喝得大醉的一夜，在我面前，他从来滴酒不沾，浑浑噩噩地睡了一夜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沈之念已经离开了，一如过去的7年。每天早晨离开的时候，他总会在桌子上为我留下一杯热牛奶，杯子上贴着便利贴：医院加班有2台手术，今天不回来吃饭了。我熟练地将牛奶倒在了水池里。我牛奶过敏，喝不了牛奶。每天要喝一杯牛奶的是宋婉婉。沈之念每天为我准备一杯牛奶，一如当初在学校里，每天早上给宋婉婉带一杯牛奶。牛奶很多余，但是我将便利贴留了下来。回到房间里，我从衣柜的最下层拿出了藏在最角落的半岛铁盒，铁盒里藏着无数张便利贴。牛奶是宋婉婉的，便利贴是沈之念写给我的。我这么安慰着自己，关于沈之念的一切，我都将之藏在了铁盒里。爱着他的第10年，我将爱意藏于口。沉静了很久的大学同学群突然热闹了起来。原来是宋婉婉回来了，说好久没回国，要不要大家出来聚一聚？后面慢慢的就演变成了要举办同学会。我不想参与这其中，才刚关闭了群消息，屏幕上就显示了电话，是宋婉婉的名字。我第一次觉得宋婉婉这个名字如此的阴魂不散，无奈地叹息了一口气，还是接起了电话。石瑜，群里的消息你看见了吗？你要不要来呀？听着熟悉的话音，我感觉有些烦躁，对方似乎有意让我更添堵一般。下一句话就提到了沈之念。之念哥哥昨天接我的回来的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之念哥哥说今天的同学聚会他也会来。
我忍下了心中的酸涩感，还是答应了。沈之念说今天不回来吃饭，是因为医院里要加班。可是宋婉婉说沈之念要去参加同学聚会。沈之念啊，沈之念，你是笃定了我不会去参加同学会么？是了，这些年我从来不爱参加这些应酬。沈之念亦是，医院里总是很忙很忙，他向来不爱参加。晚上，我来到了指定的包厢，一推开门，我的视线就放在了沈之念和宋婉婉的身上。只见沈之念从宋婉婉的手中抢走了酒杯，面色微沉，一饮而尽，而后又有些宠溺地看着宋婉婉，低声在说着什么。他的这份宠溺从来没有对我有过。沈之念向来滴酒不沾，又不允许宋婉婉喝酒，却为了宋婉婉喝了酒，这是第3次了。第3次为宋婉婉打破自己的约束。不巧，这个时候大家都注意到我的到来，眼中多少带着这看戏的意味。沈之念和宋婉婉也看到了我。沈之念似乎是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，下意识地将酒杯推了推。我带着很是勉强的笑意来到了沈之念的身边，一旁人也很有眼色地为我让了座。宋婉婉看到我的出现，脸上带着一丝挑衅，不过一瞬间又恢复了甜美的笑意。时余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，抱歉啊，刚刚同学们非要我陪酒一杯，沈之念知道我喝不了酒，就替我喝了一杯。也许是知道我会怪罪宋婉婉，沈之念第1次主动给我加了菜，是小炒蒜苔，很绿很苦，是我最讨厌的蒜苔。我抬眼看了沈之念一眼，他方才脸上的心虚紧张感已经全数不见了，浮现在眼前的又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。沈之念看向我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不吃吗？不要闹好吗？”我麻木地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我看见沈之念低着头贴在了宋婉婉的耳边，和宋婉婉说着什么，突然笑了起来，嘴角的那抹温柔是我从来没拥有过的。突然，一种苦涩感仿佛被撕破了一角，下一秒充斥了整个胸口间。我努力地大口呼吸，维持着面上的平静。宋婉婉有些担心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冲着她笑着摇了摇头。一瞬间，单独听到了耳边刺耳的声音传来。没办法，宋婉婉才是沈之念心尖上的人，要不是宋婉婉出国了，哪里还轮得到时余？哈哈哈，时余，你看他的名字就是很多余吗？我努力地将耳边的声音去除，夹了1筷子的蒜苔，那种讨厌让人作呕的感觉充斥着嘴巴。我努力地嚼着，这么多年不都习惯了么？即使知道这是一盘不属于自己的菜，也要强撑着笑意脱了。可是真的好苦啊！哦，一个没忍住，我将口中的蒜苔吐了出来。果然还是吃不下呀！不喜欢吃蒜苔就别硬吃，就差这一口馍。一旁有人向我递了一杯茶水，茶水可以去味。这声音很耳熟，我连忙灌了一大口，却是不小心被呛着了。
有人为我拍着背，我抬头看去，是陆星驰。刚刚递水的也是陆星驰。陆星驰是当初学校里和沈之念齐名的风云人物，不过一个是高岭之花，一个是校霸。陆星驰还是那副拽拽的模样。就在我愣神时，一旁的沈之念却是将我手中的茶水拿走，换了一杯牛奶，表情有些不善地看了陆星驰一眼。我妻子喜欢喝牛奶，听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又烦闷了几分。我不喜欢吃蒜苔，我也不喜欢喝牛奶，我乳糖不耐受，根本就喝不了牛奶。不过，包厢里这么多人都看着我们三个，感受到沈之念握着我的胳膊有些微微用力，我知道他希望我安分一些。算了，就当是给他一些面子吧。就在我准备将那牛奶一饮而尽的时候，一旁的陆星驰却是拿起了杯子，已经替我喝完了。陆星驰冷眼看了那沈之念一眼，气氛顿时间变得有些不太一样起来。眼看着沈之念和陆星驰的气氛越发的剑拔弩张起来，一旁的宋婉婉连忙起身，来到了沈之念的身边，抱着沈之念的胳膊，撒着娇：“他们还在等你喝酒呢，你如果不替我喝，他们可就逮着我灌酒了。”听着这话，沈之念又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，和宋婉婉他们有说有笑的。大家的有说有笑，好像和我无关。陆星驰看着我，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，低声道：“石鱼，我真搞不懂，你真的是属鱼的吗？7秒钟的记忆，每次被他伤了就转眼忘了。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”我缩着头，不想回答，不敢回答，要怎么去说呢？我连回答的勇气都没有，我不敢抬头，我怕那些人看着我的目光里全是嘲讽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如果不是宋婉婉出国了，怎么会让我捡漏了沈之念呢？陆星驰不争气的话音：“你不是挺能耐的，一到沈之念这里就泄气了。”我抬起头，余光看了沈之念一眼，他脸上带着红晕，喝了不少酒，凑近着宋婉婉，二人有说有笑，那脸上放松的状态是我没见过的。他在我面前从来都是紧绷着的，没有笑容的，冷冰冰的。这样的天差地别的两个性格，在我面前的真的是原本的那个沈之念吗？我第一次明白过来，和我结婚平安的沈之念好像从来没有爱过我。宋婉婉言笑晏晏地看着我，举着酒杯，眼中带着一丝挑衅，好像在说：“看，你的男人，我只要勾勾手，他就来了。”他是那么明目张胆的挑衅。沈之念今天喝了好多酒，包厢里同学们也走得差不多了。沈之念脸上带着红晕，依靠在宋婉婉的肩膀上，看着这刺眼的一幕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是忍不住了，上前一步将二人分开了。宋婉婉在我还没有碰上去的时候，就忍不住喊了一声：“哎呀，你弄疼我了。”宋婉婉的声音带着一丝娇气，让沈之念更加的心疼起来。我被沈之念推开的那一刹那，有一些迷茫。我坐在地上，迟疑了很久。
沈之念前2次喝醉酒之后，都不记得自己做过了一些什么事情，也因为这样，喝酒之后的他，才是最真实的他。不要弄疼了我的婉婉。冰冷而带着一丝磁性嗓音传来。我抬头看向沈之念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怒意，就仿佛我拿了他最珍贵的宝贝一般。我的心顿时间停止了跳动一般。明明我才是他的妻子啊！沈之念转过头，抱着宋婉婉，拍着宋婉婉的后背，温柔极了的声音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。”见着沈之念真的醉了的样子，宋婉婉也不再继续装下去了。她拉着的手和他紧紧的十指相握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：“石瑜，我给了你7年的时间，你都没有走进沈之念的心里。看吧，他只爱我，只要我勾勾手指头，他就马不停蹄地过来了。”我的心顿时间破碎了一地。这一刻，我输了，输得很彻底，心里的酸涩比吃10份蒜苔还苦。我努力地想要站起身子，想要不顾一切地和宋婉婉撕破脸面。就在情绪爆发前，宋婉婉却是站了起来，在沈之念的额间落下了一个吻。下一秒，拿着包，以胜利者的一副高姿态地离开了包厢。我笑了，笑得很难看。我一路无言地带着沈之念回家了。你到底喜欢沈之念什么？我不由得开始思考陆星驰说的话。我为什么要喜欢沈之念？为什么愿意这么卑微地待在沈之念的身边呢？我打开了半岛铁盒，几年是无数张便利贴，最破旧的那一张写着一句话：夜色难免黑凉，前行必有曙光，倘若穷途末路，那便势如破竹。那是我和沈之念第一次认识时，他递给我的纸条。我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家里想让我辍学，我只能没日没夜地打工，努力甩开原生家庭。在做完兼职的晚上，我因为低血糖晕了过去，是沈之念救了我。在我努力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，对上的便是他那如此温柔的目光。怎么形容呢？那一刻，他的出现就像是像神明一样，打乱了我的生活，是我内心的第一次悸动，心跳侧漏一拍。他说他注意我很久了，有在学校食堂见过我，有在便利店遇见我，有在炸鸡店遇见我，每次看见我都是那么的急匆匆的。他说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努力，但是觉得这句话很适合我。夜色难免黑凉，前行必有曙光，倘若穷途末路，那便势如破竹。从此我得世界里除了兼职，还有一个沈之念。我和沈之念还有宋婉婉都是同班同学，宋婉婉和沈之念是青梅竹马，而我因为每天工作不完的兼职，和班上的同学交情也不多。但是从那一天起，我和沈之念、宋婉婉2人逐渐往来了。少女时期的我将爱藏于口，少年时期的沈之念却是不一样。我每天早起都会给沈之念带上一份精心准备的水果，借口说是家里给带的，而沈之念
每天雷打不动的会给宋婉婉送上一杯热牛奶，会在宋婉婉不想喝的时候，低声哄着宋婉婉喝。因为宋婉婉的身体并不是很好，即使我再怎么隐藏我的爱意，可是学校里还是将我们3个人指荐编排出了一场3角恋，并且传得沸沸扬扬。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保持多久，宋婉婉一家都要移民了，要去国外生活，宋婉婉自然也要出去。在宋婉婉离开的前一天，我见证了沈之念对宋婉婉的告白，一场盛大的告白，一场偏爱。在学校操场中央，999朵玫瑰花，沈之念站在中间弹着吉他，眼含泪意，唱着一首小星星。他在期待着他的公主靠近。穿着一身白色裙子的宋婉婉，真的很有白月光的感觉。她浅浅笑着，一步一步靠近宋婉婉。她双手拂过那些由我准备的玫瑰花，同样的眼含泪水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记得看到他们相拥时，那时的心碎感，好疼，好疼，好疼。可是在那么多同学的见证下，宋婉婉还是拒绝了沈之念。我承认我是一个小偷，我想在宋婉婉不在的时候，将那么好的沈之念夺走。这一天，也是沈之念第1次喝醉的日子。堂堂1棵大的高岭之花，在那一天跌入神坛，因为爱情而变得浑浑噩噩。逃课，去网吧通宵游戏。可是有一天，他突然又变好了，努力地学习着，重新拿下1科大第1的名次。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沈之念有这样的转变，只有我知道，因为是我跑到网吧抓住沈之念，告诉他，宋婉婉喜欢的沈之念绝对不会是堕落的。就因为一句宋婉婉喜欢的，他好像又活过来了一样。之后的大学生活里，我寸步不离地陪着他，给他带早餐，准备惊喜。一直到大学毕业的那天，我以为我和他就完这样算了。在学校的天台，我和他躲过了学校毕业舞会。他只是拉着我的手，平淡说了一句：“石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”借着月光，看着他的脸，我就知道，我又一次沦陷了。我克制着心里的冲动，答应了他。天知道，那天我高兴地想要跳到他身上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告诉他我石瑜真的非常非常爱他。在后来的日子，我非常庆幸我没有这么做。确定了关系以后，我和他依旧没有什么变化，他依旧是那一副冷冰冰的模样。毕竟是高岭之花嘛，我能理解，那样的人物不都是有些高冷的。交往后的不到1年，宋婉婉的朋友圈发布了官宣视频，评论里很多的祝福声。那晚，沈之念坐在书房里抽了一夜的烟，整个房间里都烟雾缭绕的，一种低气压扑面而来。我透过门缝看见他一直不断地在打一个电话，我猜那一定是宋婉婉。只可惜回复他的永远只是冷冰冰的机器音。我沉默着回到了房间。第2天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沈之念从后背抱着我的腰身，我的耳边带着一丝低沉的话音：“石瑜，我们结婚吧。”他在向我求婚。
可是我听不出他丝毫开心的语气。但是我太想拥有一个家了，我想逃离我的原生家庭。我红着眼睛，忍住泪意答应了，没有刻意的去想，他是不是因为爱我才娶我。婚礼很盛大，他邀请了很多人，宋婉婉也在其中。宋婉婉带着男朋友出现的时候，我穿着一身婚纱站在沈之念的身边，总是下意识地觉得是我占了宋婉婉的位置，我好像是一个卑劣的小偷。沈之念从宋婉婉出现的那一刻，所有的目光就都给了宋婉婉。我忍不住开始慌张，可我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沈之念放开了我的手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拉着宋婉婉的手离开了。我努力地维持着笑意，面对着周围人的议论纷纷，很是狼狈。看，从来只有落跑新娘，第一次出现落跑新郎。还好，没有多久的时间，沈之念红着双眼又回来了。我等着他的一声抱歉，就像是宋婉婉对他说的那些，不被爱的人永远不会被珍重。沈之念拉着我的手，有些行尸走肉一般，完成了那个不太完美的婚礼。婚礼的那天夜里，他深情时在我耳边温柔地说着：石瑜，我会给你一个家，我会好好爱你。我的心再一次为他跳跃。看，这个男人是爱我的。我更加用力地抱着他，回应着他我所有的爱。结婚后，沈之念变了很多，手上的戒指一直戴着，工资卡上交，他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沈太太。我以为我拥有了幸福，拥有了一个家。如果后面的宋婉婉没有出现的话，寂静的夜，沈之念睡得很安稳。大概是因为宋婉婉回来了，他才睡得很安稳吧。沈之念，你有爱过我吗？哪怕是一瞬间。我的眼泪又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我只能在他喝醉的夜晚，才敢大声地质问。这一夜，我彻底无眠，看着窗外，耳边一直听着最后一夜。这么早就醒了吗？沈之念醒了过来，熟悉地抱住了我。我只觉得一种无力感，全身带着一种疲乏。师兄，医院财务部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到时候宋婉婉可以直接去上班。沈之念医院里的同事发来了消息，他将我圈抱得更紧了。婉婉刚回国，又没个落脚的地方，只是顺带给他找个工作过渡一下。我突然不想听沈之念的解释了。宋婉婉的父亲在国内还有很多的合作伙伴，给自己闺女找个财务方面的工作，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。或者沈之念父亲的公司也可以，可是他偏偏把宋婉婉放在了自己的身边。好，我扯起了一抹笑意，看着这张熟悉的面孔，却又觉得有些陌生起来。他亲了亲我的额头，便又转身离开了。我低头看着小腹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。我不确定还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。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是惊喜还是惊吓呢？我收到沈之念说加班做手术的消息时，同时也收到了宋婉婉的照片。照片里是两个人在摩天轮的最高点拍下的照片。他说今晚沈之念是他的。我突然想起，
我很多次都想拉着沈之念去游乐园。听说在摩天轮最高点接吻的情侣会在一起一辈子，他们会接吻魔。我突然觉得有些可笑。爱可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。宋婉婉可以是沈之念的那个毫无底线的存在，而我不管怎么做都不是宋婉婉。外面下起了初雪，我换了一身黑色的羽绒服走出了家门。我去了游乐园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到了他们在做原装木马。我像是角落里躲着的阴暗蛆虫，偷窥着他们的幸福。可是明明我才是沈之念的妻子啊，为什么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见不得光的情人一般？不，我还称不上是情人。情人也得有爱才能是情人。可沈之念，他爱我吗？沈之念对宋婉婉那么温柔的笑，带着无限宠溺，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的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心疼到极致，心脏是真的会发疼的，像一根根针扎着一样疼。这样疼痛感，也最近总是能看到。我好疼啊，沈之念。所以等这场初雪结束，我们也结束吧。沈之念，小鱼儿，别看。话音落下，我的眼睛也被一双手遮住了，是陆星驰的声音。沈之念，我们在摩天轮最高点亲吻过，所以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的，对吧？对。沈之念和宋婉婉的声音传入了我耳中。原来他们真的亲吻过了呀！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落。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远，我面前的手才放开。陆星驰将围巾给我围了起来，捂着我的耳朵。可是他们已经走远了，声音再也听不到了。陆星驰，你怎么会来？陆星驰看向我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心疼。宋婉婉发了朋友圈，我看到了，就过来了。陆星驰牵着我的手离开了这个让人伤心的地方。你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帮我？在同学聚会上是一次，今天又是一次。陆星驰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凑到了我的面前。小鱼儿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能不能把我认出来？小鱼儿，小鱼儿，这个称呼只有一个人。陆星驰是星星哥哥，那个小时候搬走的邻居哥哥。陆星驰送我回来的时候，正好遇见了沈之念。沈之念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条不属于我的围巾，下一秒他将我的围巾给扯开来，我的脖子被围巾拉拽得很不舒服。陆星驰皱起了眉头，眼中带着不悦，眼看着两个人即将要冲突起来，我连忙将沈之念拽进了屋子。一回家里就暖和了许多。沈之念却是一言不发地回到了书房。我知道，他不开心的时候，就喜欢自己蹲书房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不想低声下气地哄他了。我看向了窗外，初雪停了。我们的故事从初雪开始，也要从初雪结束了。第二天，我开始收拾着自己的东西，准备随时离婚，离开这里。7年时间，整个屋子里都有我的存在。我挑选的窗帘，精致的花瓶，桌上还有我爱看的故事书。整个家里好像又只有我的气息。他的地方
只在那一角书房。就在我沉默的时候，书房门被用力推开，他走到了我的面前，质问我和陆星驰的关系。我本想解释着，却发现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他和宋婉婉就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？见我逃避这个问题，他突然将我压向了沙发，突然的强制动作让我有些厌恶，又有些害怕。我怕伤到肚子里的宝宝，我努力地挣脱，他却好像是更生气的样子了。他眼中带着森森寒意，冷声问道：“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我笑了笑，向他看去：“你和宋婉婉又是什么关系？”这一次，我不装鸵鸟了。我觉得有些好笑又好气，看着沈之念一言不发，有些躲避我的样子，真是让我瞧不起他。如果他今天敢大大方方地承认，我还能看得起他几分。他没有回答，也不需要回答了。我们二人都心知肚明，事情有时候并不需要挑破。我离开了婚房，失踪了1个月。沈之念从一开始一天几个电话，到后面偶尔的消息，都是让我不要做了，让我别逼他求我回家。而此时，我在医院里摸着自己的小腹，孩子已经没了。医生说，由于我太过于伤心，情绪激动，所以胚胎发育不完全，被迫拿掉了孩子。你看啊，这个孩子应该也是知道他的爸爸不欢迎他吧，所以才不会出现。或许宝宝也希望他的爸爸妈妈分开吧。做好了小月子后，我直接去了医院找沈之念。虽然我没有常来，但是医院里大家都是认识我的，一路上大家都对我打着照顾。只是越是靠近沈之念的办公室，大家的脸色就越难看起来。有个小护士在沈之念的办公室门口冲着我摇了摇头，让开。下一秒，我直接打开了门，面前的沈之念和宋婉婉吻得难舍难分。宋婉婉搂着沈之念的腰身，沈之念按着宋婉婉的后脑勺加深了这个吻。吻得多用力，爱得多深啊！我以为我不会伤心了，都已经准备离婚了，不是魔。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疼？快要呼吸不过来了，心脏疼得快要不能动弹了。沈之念看到我的那一刻，几乎是下意识地推开了宋婉婉。他走向我，眼中带着惊慌失措。我后退到了围观的人群中，沈之念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眼中带着挣扎。石瑜，听我解释。我没听沈之念的话，只看到宋婉婉朝我看过来时，眼中的那抹挑衅。我又看向了沈之念，我来只是和你讨论离婚的事情，协议书准备了发给我吧，或者我给你也行。失望到极致，好像对面前的人也已经不抱希望了。沈之念的声音带着一些慌乱。石瑜，我不离婚，你听我解释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我狠狠地甩给了沈之念一个巴掌，眼中带着憎恶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和他在摩天轮上怎么接吻的？还是解释我刚刚如果不来，你是不是就在办公室睡了宋婉婉呢？一次又一次地骗我加班，
结果都是在和宋婉婉在一起，把她放在眼皮子底下，是方便你们约会是吗？沈之念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让我恶心。7年的委曲求全，所受的委屈，在我在这一瞬间都统统发泄了出来。一瞬间，我好像失去了所有力气一般，手指都在颤抖着，气到了极致，眼泪也不争气地下来了。沈之念，你太恶心了，你脏了，我不要你了。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陆星驰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。坐小月子的那个月，是陆星驰照顾我的，也是他陪我打胎的。我靠着陆星驰的肩膀，大声地哭了出来。陆星驰安静地陪着我，等我宣泄心中的不满。陆星驰，我的心好难受，好难受。陆星驰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，安慰着：哭吧，哭吧，这是最后一次哭了，以后星星哥哥绝对不让你哭了。回到家，我将我的行李全部打包带走了。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，把行李处理好。我联系了律师，让他准备了一份离婚协议。他的东西我都不要，我怕沾上恶心。我将离婚协议和流产病历放在了桌面上，便带着行李箱去了海边城市旅游，离开了沈之念，我才觉得时余活过来了。沈之念的求和短信倒是一天没歇过，闹够脾气就回来吧，我不同意离婚。我们什么时候有的孩子？为什么我不知道他的存在？我看到那个半岛铁盒了。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回来吧，我错了。再一次见到沈之念的时候，他又恢复成了宋婉婉出过时的那份憔悴感。见到我出现，沈之念很激动，他紧紧地抱着我。我错了，我对宋婉婉只是不甘心，她怎么可以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？是我眼瞎，一直没发现对你的爱。我错了，我还错过了我们的孩子。我推开了沈之念，眼中满是嫌恶。脏了就是脏了，不要让我看不起你。如果你还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那我只能和你打官司了。不要让我恨你。沈之念，我们结婚7年，爱了你7年，你有很多的机会说爱我，但是你没有。我不爱你了，我后悔嫁给你了。那个孩子，是你没有缘分。沈之念沉默了很久，而后行尸走肉一般，将那份离婚协议书签下了名字。我接过那份协议离开了。我在沿海的城市来了一家花店，沈之念时不时地来求复合，宋婉婉也像个疯子一样时不时地出现。时余，你就是一个多余的人，你都已经和沈之念离婚了，怎么还阴魂不散？沈之念和我离婚后，并没有和宋婉婉在一起，这倒是给了陆星驰一个机会，美名其曰保护我。终于，在2年后的一个盛夏，沈之念再一次来到的我花店，求复合。陆星驰出现了，搂住了我的腰身，牵着我的手，眯着眸子看向沈之念。以后再当着我的面怪我老婆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看着无名指上的那颗钻戒，嘴角带笑。我的旧爱埋葬在初雪，我的新欢出现在盛夏。爱的人一直在身边，
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